从一路荆棘盼到天光，透过云的缝隙，渺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续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男人的手白皙细腻，大有人在。而且即便那个老头啊，就是女人伪装的，那也无法证明就是我的当事人呢，是不是？所以保罗只认我当事人就是杀人的指使者的口供不成立。钱天星他自己承认，他就是那天跟保罗见面的人，在他的讯问笔录和他的供述里面已经详细解释了他跟保罗见面的所有细节，证明他就是当事人，没有错。那好，那么就请控方念一下我这个当事人的这份口供。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点15分约定见面的，他晚到了7分钟。见面地点是距离巴塞不到1小时车程的萨尔瓦港 Carrie Lucy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纯奶咖啡。那我当事人的这份口供啊不真实，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承认杀人是受司法机关的胁迫，属于不合法的证据。希望辩方律师不要乱扣帽子，你说的口供不真实，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好，这个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的咖啡馆，对吧？而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2年前7月15号那一天是下雨，而且下的是特大暴雨。据数据显示啊，连续下了1天，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那你们想想啊，我的当事人和保罗那不可能俩人坐在露天大暴雨里喝下午咖啡吧？是，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也问过钱天星，他说他不记得具体时间，包括保罗他也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是不记得具体日期了。这毕竟这事情发生在2年前，那对于一个这个中年的女人，而且每天忙忙碌碌、日理万机，也难免是记错日期。但是呢，控方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件事情，7月15号那一天不仅仅是一个大雨天，而且还是 A 国1年1度传统的节日保护神节。请问那天全国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那有谁能记错这么一个日期呢？真的吗？这是我刚刚查到的，我发给你啊。你说说安妮呀，不应该呀，这险些咱们这诉错了人。我其实也有怀疑过，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钱天星。行了，
这次还好咱们发现了啊，也是算个教训，咱们好好分析分析啊。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连死都不怕，都要替老 A 顶罪呢？我明天就去提审钱天星。哎，你等会儿啊！这么一个铁了心的啊，连死都不怕的，你这肯定不行。你呀，我建议你从这个从犯入手啊，问问这个口供。走了。谢谢王主任啊！啊，没事。谢谢你们啊！哎，佳佳，辛苦了。哎，韩轩，明天可能有事情需要辛苦你一下，你帮我去找。韩轩，说完了。你明天辛苦，帮我去查一下钱天星犯罪团伙每一个人的资料，国内国外的都要。不还是不都弄完了吗？太难了吧？发挥你的长项，我就不信他们没有在网络上留下个人信息。快点收拾东西回去睡吧，不早了。哦。怎么了，姐？张小北他爸去世了。爸，害死我姐的人还没受到惩罚，怎么就不能挺一挺呢？怎么就能这么走了呢？爸，你也走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小北，你还有我们呢啊，小北。好了，还有我跟你安妮姐呢。啊。姓名：胡德旺，曾用名：网名老胡，拼音老胡。还有吗？没了。李全、老五、张强，这些人的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你说什么呀？他们根据你的照片，指认你就是在 A 国的漏网之鱼。当时你叫什么来着？王德发。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德。现在是什么情况？这几个要准备回来，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真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继续追捕。但目前抓到的人引渡问题也很棘手啊。A 国这边要走刑事司法程序，协助我们界定有嫌犯的准确身份信息。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身？一环扣一环，结果是个死扣子。是，这些引渡问题确实挺复杂的，但是你们交给我们就行。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司法协助备忘录精神，他们会帮助我们。当时你还真以为你成为漏网之鱼了？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总是那么好。今天你不就还是坐在这儿了吗？我是猪油蒙了心，不该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简直万小姐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坦白，我全坦白都行吧？那你就从钱天星犯罪团伙的经历开始讲起。哎，雪儿，要不然我们就听听他这几年的故事吧。不如你就从你到 A 国的第一天开始讲起，重复几遍都没关系，我们听着。您这不是整我吗？你既然想从轻处罚，又不想交代，想要隐瞒，我告诉你，如实供述，既要供述自己行为，
也要供受你应当知道的同案犯行为，否则就不能认定有坦白情节。检察官，你到底想要问什么？从你在钱天星犯罪集团的经历，从头到尾，一点都别落下。我在组织里面就是个小喽啰，在 A 国就是厨子，在 F 国就是个讲师。从厨子晋升为讲师，还挺励志。怪不得你从诈骗团伙出去了还得再回来。那不是我的功劳，那就是上边人家安排的好，给的资料精准。精准？那我们就随便聊聊，你这个准确率到底是多少？你到讲师的级别，怎么着都得有80%吧？差不多。差不多是只多不少，还是只少不多？你看看我有这天赋吗？哼，您别取笑我了。我们公司分好几个部门，有的部门资料拿得好，他的成功的几率就85%以上；有的部门资料拿得不好，他就得广撒网，精准度就没有这么高了。你在钱天星犯罪团伙干了这么久，怎么说也是个老人了，有没有听过钱天星上线的情况？欣姐身边心腹这么多，再说了，她要是有心事，也不会跟我说吧？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有了，有我一定说，谁不想立功减刑啊？你有没有说实话，你自己心里清楚。轩儿，今天收工。这个胡德旺说钱天星他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分为精准的和普通的，而像郭景安他获得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一些没什么钱的普通民众，这对这些诈骗团伙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和价值。而钱天星交代的 AI 语音诈骗筛选受骗人群，说白了就是在找猪，大海捞针似的测试接电话人他们受骗的可能性，再下一步就是养猪，而养猪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很多问题，更别提最后一步杀猪了。再加上这些年公检法系统成功劝返电诈人员，阻止受害人汇款的情况非常多，这也就说明他们这个杀猪盘的成功率并不会很高。但是刚才胡德旺说他们的成功诈骗率高达85%，这也就说明钱天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精准程度绝对不像他交代的那么简单，他肯定有所隐瞒。这个线索我们一定要抓住彻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犯罪团伙。又要大干一场了。钱天星诈骗团伙对被害人的锁定率高达了85%以上，这要是没有一个精准的网络数据的话，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精通网络的高智商罪犯，钱天星他不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我怀疑钱天星他只是一个2级管理者，在他背后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上级。根据这一点，你就认为真正的老 A 另有其人？这些年，像钱天星这样的惯犯，很多直到开庭都是零口供。但是钱天星，他一开始就招认了他自己就是老 A， 他想要保护背后这个人的目的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个精通网络的人，不一定是钱天星的上级，有可能是他的合伙人。您的意思是说他在保护他的同伙？不排除这种可能。像钱天心这种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在他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目前在证据链不够完整的情况下，钱天星究竟是不是老 A， 也只能是存疑。但是这次开庭不能起诉张婉如被杀案了。还有其他发现吗？还有胡德旺，每次审讯他的时候，他都是吞吞吐吐的。我估计他应该是有所隐瞒，但是攻克他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这个钱天心一伙害了太多的平民百姓了，大伙都盼着把他绳之以法。这个案子要抓紧开庭，你赶紧准备一下。好，那我先下去了，郭姐。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钱天心不会出问题的。日日夜夜往复，你守在黑白岔路。来把阳光还给草木，来把安宁还给热土，无悔的付出。你燃烧青春，给风中迷失的人，炽火照亮他回家的路。以热望救赎，以热爱奔赴，公道以热血清楚。对错有启发，善恶有对方，你呈现这一指数。由江城市检察院正式对被告人钱天心的可爱娃直播整个视频过程，我们也将持续为大家提供带来更多一生。我是公益法的记者，面对此次特大跨国网络犯罪案，我们也是进行一个社会公开审理，持续为大家进行现场播报。钱天心，到，准备上庭。今天可是关键的一仗了。调整好你的呼吸，呼吸乱了，一切也就乱了。对方立时会抓住你的弱点，穷追猛打。他们来了。带被告人上庭。不好意思啊，王主任，核对跟局长在开会，所以派我过来。哦，你们核对哥哥我打过招呼了啊，一家人谁来都一样。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全体坐下。现在开庭。被告人钱天心、杨威、胡德旺等人在 F 国建立犯罪组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网络电信虚构事实，并诈骗我国公民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杨威使用殴打方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在 A 国伙同他人故意杀害我国公民，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我太了解安妮了，她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打算彻彻底底地把钱天心送进监狱。被告人钱天心，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我认罪、悔罪，所有的犯罪事实，我全部都承认。我的确在 A 国和 F 国等多地组织犯罪团伙进行网络犯罪，这期间我还组织了故意伤人、非法拘禁，组织了偷越国境。不止这些，我还亲自策划了一起故意杀人案。安妮准备的那么充分，想从她那儿找到破绽入手，已经太晚了。而钱天心呢，他为了保护你们，肯定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一次没有悬念的庭审。对，张婉如就是我杀害的。我在 A 国萨尔瓦港找了一名当地的司机保罗。钱天心的辩护人对其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的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对本案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刚才安妮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我已经听清楚了。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涉嫌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其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罪名，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张小北出庭作证。同意。我叫张小北，我发财心切，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招聘宣传，被骗到 F 国工作，落入钱天心的诈骗团伙。钱天心把我们这些国内来的打工人圈禁在他的地盘里，天天让我们在网上伪装成美女进行诈骗，没日没夜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听话，稍有反抗，他便会指使他手下的打手对这人严刑拷打，轻则关狗笼，重则下水牢。什么恶犯、皮鞭、铁棍，甚至砍断手指、挑断脚筋，所有狠毒的刑罚没有他使不出来的。我们过的是地狱一般的生活，被逼无奈，只能昧着良心帮钱天心骗中国同胞，和骗那些跟我们一样爱做梦的网民的钱。证人张小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证词。本人郑重承诺，上述陈述全部属实，如有虚假，我愿承担全部责任。证人陈述完毕。被告人钱天心，你还有什么需要提出质疑的吗？其他人的指证，我无话可说。可是这个张小北，他可跟我有私人恩怨，所以他在堂上的证词，全部对我都是诬陷。钱天心，你罪行累累，还用得着诬陷吗？证人，注意控制情绪。张婉如，我今天就为文姐报仇！法警，维持法庭秩序，将证人带出法庭。钱天心，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你给我等着！董事长，这样更好，有利于咱们接下来已经安排好的采访。被告人杨威，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没有意见，认罪认罚。被告人胡德旺，
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我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没有意见，但是我想当庭向人民法院揭露一个重要的线索，争取宽大处理。为什么呀？但是安妮怎么也想不到，甚至连钱天心他自己也想不到，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入手。我太了解安妮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应对她。她是一个苛求完美的人，正是因为她这份对正义的苛求，会帮助我们打败她。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我都已经认罪了，所有的安排都是听我的，我就是老板。在庭上你还敢胡说八道，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多说几年吗？啊？不是，为什么呀？安静！现在单独讯问被告人胡德旺，待其他被告人退庭。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有无检举行为？没有。我之所以当庭提供线索，就是为了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把你要检举的情况叙述一遍。我在 A 国的时候，就听说 F 国有一个分支部的负责人是张老板，这个人从来都不露面。钱天心就是他的马仔，更是他的情妇。我从 A 国到 F 国的所有的传票，就是他负责的。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他所有的指示，都是通过钱天心来告诉我们。所以我认为，他才是 F 国真正组织跟领导的幕后黑手。请被告人胡德旺进一步提供这个张老板的详细信息。我之前在审讯的时候就说过了，我是一个底层的人，就是一个小喽啰，根本没有办法企及到上层的事情。但是，我听说。所有的钱都是这个张老板拿走了。我也希望检察官能够顺藤摸瓜，钓到更大的鱼，抓到真正的幕后黑手。这点证据怎么查？叫我们上哪儿找这个张老板？现在这个 F 国的案件呀，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这个卷宗材料没有证据显示有涉及到老 A。那各位辩护人应该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 A 的存在。其次，这个资金流尚未理清 ，F 集团的这些犯罪赃款呢去向不明。我相信呢，这些呢律师在阅过卷之后也都心知肚明了。所以啊，胡德旺并不是检举老 A， 一旦现场产生质疑和半点的犹豫，就会影响审判方的内心确信。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胡德旺。同意。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为什么没有供述上述事实？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没有想起来。好，被告人胡德旺，请你将你所知道关于张老板的所有细节从头到尾叙述一遍。不对呀，这不是明显给安妮设套了吗？设套？啊！哎呀，我们这安妮啊，对办案要求非常极致，对于每一个细节她都要查清楚。可是这幽灵辩护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就像幽灵一样，这世界上就没有啊。请再将那你这是越往下查越查不清楚。的行为从头到尾再叙述一遍。贺宇，你们得赶紧想办法提醒安妮。哎呀，要不给他打电话吧？哎，这不行。庭审期间，咱们得要注意庭审纪律。你说这个公然扰乱庭审秩序，轻则被驱逐出法庭，重则会被司法拘留处理。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审判长，辩护人申请提问被告人胡德旺。同意。胡德旺，
我是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要向你提问，请你如实的回答。可以。第一，你是什么时候与我的当事人钱天心认识的？我从 A 国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钱天心将涉案的所有的赃款资金占为己有？我不知道。在 A 国的时候，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参与了指使故意杀人行为？我不知道。提问完毕，待各被告人入庭。请被告人钱天心发表辩护意见。从 A 国到 F 国，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本人安排的。故意杀死张婉如，也是我指使的。我不是从犯。请钱天心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可是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的当事人将涉案的资金赃款全部纳入了自己的口袋。我的当事人起的是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此外，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其涉嫌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等罪名仍然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当定罪。建议以诈骗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3年，适用于缓刑，罚金我们会多交。请被告人胡德旺发表辩护意见。我认罪认罚，确有立功表现，希望法庭从宽处罚。请被告人胡德旺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们对胡德旺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胡德旺系从犯，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建议判处缓刑并处罚金。下面由公诉人答辩。首先就钱天心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虽然目前赃款去向不明，但是通过刚才举证的各个被害人的陈述，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大量下游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同案犯供述，以及本案被告当中的各个客服供述，以及客服对各个被害人提供聊天记录进行辨认的辨认笔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二，各个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上述资金汇入本犯罪集团控制账户，并且由被告人钱天心统一划拨，最后不知去向，因此钱天心在本案诈骗罪中有主要作用。三，现有证据证明钱天心在杀害张婉如案件当中有传递联络信息行为，系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综上所述，建议数罪并罚，判处钱天心死刑。其次，就胡德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胡德旺在法庭供述的材料自相矛盾。刚才在讯问阶段，胡德旺说他对张老板的描述是显示张老板这个人对比自己低几级的人员随意透露自己的信息，可是他对钱天心的描述则是为钱天心掌控整个犯罪集团，纪律严明，等级分明。因此可得知，张老板根本就不可能凌驾于钱天心之上，所以胡德旺在说谎。真的有更高级别的老板，钱天心，恐怕你还不知道吧？那天我给你送咖啡，我在门口明明听到了你跟一个中国客人说，我们集团包括东南亚各国，还有 A 国、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所以你们抓到老 A 就可以抓到幕后黑手。胡德旺，你血口喷人！法官大人，他完全就是捏造事实。
尹董事长，您今天为何会来旁听这起案件？我们汇泉是本市的一家民营高新企业，我们对互联网犯罪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地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议员，我们对钱天新犯罪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那您对张小北出庭指证钱天新作何评价呢？我们汇泉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已经多次被我们广大的网友诬病。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对这件事情的支持和关注。张小北能够出庭指证钱天新，那是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足以说明他这几年所受到的伤害，其背后的罪魁祸首都是钱天新。所以我们希望张小北尽快地从伤痛中走出，回到原本就属于他那阳光灿烂的生活。那汇泉会有什么具体针对于帮助张小北的举措呢？我们会尽快和他沟通，征得他的同意，当然也肯定会让他满意的。李董事长，有传闻说最近汇泉财政吃紧，请问是真的吗？各位媒体朋友，请你们不要信谣传谣。汇泉集团是一家负责任的高科技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也有资本市场的青睐和帮助，有全体员工的辛勤拼搏。它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请你们放心。我们还有事，接下来还有工作，谢谢大家。尹董事长，再说两句吧。您说的是事实吗？尹董事长。行了，胡德旺，你别抖腿了，抖得我心慌。我没有办法，我紧张，我控制不住自己。行啊，你胡德旺，你睁眼说瞎话。开庭前我问你，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你压根就没听过什么老 A 吗？我真就是刚刚想起来的。你现在还不老实？我看你压根不是想要减刑，你是想要加刑吧？检察官，你无凭无据，你不要随便给我安罪名，我可是有律师的。是，赫赫有名的金大壮嘛，你还有钱请得起他？钱也是我老婆跟她邻居还有朋友凑的。行，我暂且先信你，我会去查。我一直在想，你在法庭上弄这么一出，其实受益人只有2个，一个是钱天新，一个是你。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如果想要为自己脱罪的话，你肯定早就招了，何必要卡着点闪亮登场呢？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就是刚刚想起来的。金律师一直提醒我，交代重要信息才可以减刑，我就是一直想。金律师是出了名的难请，他没道理从外地过来专门为你辩护。金律师就算想要一朝成名，他应该也挑钱天新，哪还轮得着你呢？合着我找个律师，还有你们检察官管，这不是我本身的人身自由吗？是，这是你的自由，但你如果做了虚假供述，那我可就管得着了。检察官，你没有证据，就不要给我盖棺定论。您是骗供、诱供，还是指供啊？这词儿还背得挺溜，早有准备啊。其实你说不说都没关系，我来给你普个法，定罪证据比口供重要。金律师帮的是钱天新，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当然，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功过相抵；如果是假的，就会加刑，你自己看着办。好，我交代。老 A 本来我不想提的，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是金律师让我说的。他说，
只要我照做，就给我加了一笔钱，足够让他们挨到我出狱。这么说，你真的听钱天心说过老 A？ 是，听得清清楚楚。那你还知道关于老 A 其他的事吗？我就是个无名小卒，重要的是，他钱天心不会跟我说的。诸位，汇博现在的占有量，只需要再努把力，一举拿下业内垄断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各种资本的青睐。因为这些老总们，他们就喜欢投第一，做第一。小母人，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董事长，我想说的话，您未必爱听。不过为了公司好，我必须得给您说实话，说真话。我们公司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扩张，不但在拓客和增强用户上花了不少钱，在宣发上也砸了不少。为了树立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去高薪聘请那些知名主播。还自己培养了一批新人主播。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你一定要保全自己，保全老 A， 一切都听老 A 的吧。这么说，你是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把自己弄进去，也要保全他。我们得认清现实，火中取栗，虎口拔牙，有的时候机会和风险都是对等的。收手吧，咱们已经攒了这辈子足够花的钱了。我早就已经没有办法抽身了，咱们都得认清现实。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你会选择谁？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